好，各位好，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灯光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爆炸，尤其是对于 UP 主来说你看剧组里面，只要你一吆喝，立马就有3个灯光师哼哧哼哧帮你把灯架起来，还说老师你看看这个好不好效率高的一批但如果你是个 UP 主，没错，所有东西都得靠你自己。而且灯这个东西不是一打起来就可以用的，我们之前教程里也已经介绍了，打光的核心不是打，是控。你必须要理解控光的这个逻辑，学会切分光区，学会塑造不同性状的光，你才能得到所谓的电影感或者说是高级感。而要得到这些效果，你就必须要用到这些千奇百怪的灯光配件来实现你的创意需求。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和这些东西来做个配。我们可以简单的把控光逻辑给分成2类。那一个是把光变柔，这个我们在第1期详细讲解过。那会使用到反光板、柔光罩、柔光片这些配件。那相信这部分你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如果没掌握的话，赶快再回去看看吧。这儿。那另外一种打光逻辑就是把光给遮住，3分打光7分遮，这句话已经被说烂了。我们还是来看点实际的案例会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这样一个场景里，我需要有个背景光，然后有一个灯去打亮桌子上的书，然后另外还要有个灯来打亮我的人脸。那再加点道具灯，点缀背景。这样几个灯一加，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它们相互之间就产生了干扰。背景灯的光照效果现在被盖住了，色温也被混起来了，也叠出了很多奇怪的阴影，还没有了对比，非常的不好看。那如果我们像这样给这几个灯进行了适当的遮光和控光，你就可以看到光和光之间也不再打架了，阴影也变得比较干净，也各个区域能有不同的色温。所以遮光可以帮助我们切出光区，来凸显画面里的层次关系，让每一块区域都有个独立的、漂亮的光照效果。那拍摄中用来遮光的配件其实有很多，我们常用的就有黑旗、格栅、遮菲、spotlight、剪影遮光板等等这些，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应用场景。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个来讲，就会变得非常枯燥，所以我们想着把它放到一个具体的场景里，来直观的呈现它们的作用。那这里我们选用了《教父》里柯里昂出场这个场景因为这个打光太经典了，完全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单单这个镜头，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它有4个主要的光区。那第一是人和桌面的这一块主光，第2是后面窗户里透进来的日光，第3是后边这个摆件上的轮廓光，还有第4就是这个第2人身上被压暗的区域。那我们简单复刻了一下这个场景，大概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把场景里的灯光都还原的话，那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OK。那我们现在再开始来拆分光区，看看他们都用了什么灯光配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主光，也就是最经典的教父光，从人物头顶上打下来，我们会看不清他的眼神，显得人非常的深沉神秘。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灯直接垂直打下来，光其实会非常硬，而且把整个场景都打亮了，看上去效果会非常阴间所以我们在灯上加了一个柔光箱，初步控出了一个柔和的光区，然后再粘上了一层格栅，就这种一格一格的网状布料，长得也很像放在鸡蛋里面的隔层，所以也叫做蛋格。那它能让光线不四散，变得更加平行，但同时也会削弱一些光的强度，所以你需要一个比较强的灯才能把它给支撑起来。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就会显得不那么突兀了。那最后我们在柔光箱周围包了一圈黑布，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遮掉多余的光，让这个柔光被锁在人物还有桌子上面。第2块区域是透过百叶窗的日光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窗外并不是真的太阳光，而是我们用灯模拟出来的。我们用了一个带有窗的这么一个景片，这个其实在剧组里面经常见到。那在这个假窗外面，我们用了一盏600D 的这个 LED 灯，把亮度输出给拉满，那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真的太阳光一样。然后我们又在灯的前面放了一个超级大的蝴蝶布来过柔这样等到光线从百叶窗间隙透过来的时候，它们就看起来已经足够柔和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我要是没有这样一扇假窗，只有一堵大白墙，怎么办？那你好歹有个墙也不错了。那如果你想徒手造景，那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只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叫做剪影遮光板。那它是一种聚光灯光路中的圆形插片，把它插在灯的前面，就可以打出这种百叶窗、树枝还有各种形状的这种阴影。那用了它，哪怕是一面白墙，也可以变得拥有丰富的细节和反差。那剪影遮光板除了这种有小的金属插片，还有这种大的木质板你可以直接架在一个魔术腿上，那光打上去就可以实现后景里面的边缘模糊，这种隐隐绰绰的投影。这种效果在很多电影里你都能够看到。那有的时候可以用来渲染恐怖紧张的气氛，有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打造这种浪漫梦幻的效果。总之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打光方式。国外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剪影遮光板叫做 cookie， 也就是所谓的饼干。你想象一下，在片场有人跟你说拿一个饼干出来，快点把饼干架起来，快点，场务，快点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神奇的。如果你的预算有限，想做一个垃圾佬，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自己动手用卡纸、硬纸板来剪出你想要的图案。
然后把它给固定起来，这就可以模拟各种效果。要是手残一点的老哥，你甚至可以在镜子上面用大力胶来贴出一个网格，然后通过镜面反射就可以得到非常相似的画面。那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布光技巧，就是镜面反射布光，你可以用它来做出很多有意思的效果。那现在第3块光区就是后面这个摆件上轮廓光，那这里是一束条状的硬光，我们使用了一个叫做 Spotlight 的配件，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给灯用的镜头，它像是变焦一样，可以把光约束的非常窄，只聚集在这个摆件上面。然后你可以选择在灯头上装上遮飞，就是这种可以上下左右活动的金属叶片，来进一步帮助你灵活的控制光源的面积，来打出这种非常小范围的光。那至于最后的这个光区，就是前景里面这个人身上的遮黑。那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3种光，我们还给整个环境打了一个底子光，这有点像化妆里面底妆的概念。反正我们看的应该都是男生吧？有多少是女生？扣个1啊！应该没多少人知道底妆是什么吧？有吗？要先均匀的这个把脸上的质感给这个打匀，底子光呢就可以让场景里的每个部分都受到这么一层淡淡的光，那避免画面死黑，显得死板。但同时这个人就被底子光给照亮了，存在感就会太强了一点，看上去画面就会显得有点杂乱。所以这里我们使用黑漆来进行一个遮光。那黑漆主要的材料呢就是吸光布，光线是没有办法穿透的，所以你可以用它来控制光的照射范围。那比如说把黑漆挡在灯的侧边或者上方，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人背上这块光就被压暗了。那画面的明暗反差也被拉大，看起来就会显得更加立体一点。那逻辑上黑漆离灯越近，背景上产生的阴影面积就会越大，那遮的范围越广，阴影的颜色呢也就会比较浅一点，边缘也会显得相对虚一些，过渡就没有这么明显。那反过来，如果你把黑漆离的灯越远，那阴影相应的就会更黑，但遮的范围比较小，也会更硬一些。那如果你要遮黑的这个地方离主光照亮的区域很近，那你就需要尽量多调整黑漆的角度，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来创造合适的对比度。那在家里，如果你没有黑漆呢，你还是可以做垃圾佬，你可以用黑色卡纸、黑布这些来替代黑漆，本质上画面效果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材料不透光就 OK 了。那当然，黑漆你除了用来遮光，也可以用来吸光。那之前节目里我们看过，像现在我就用一块泡沫板来反弹这个灯光，获得这种均匀能把你包住的这种柔光。但有的时候你会希望这个反差能够更大一些，更加戏剧化，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黑漆贴近主人公来吸收本来会反弹到人身上的光，这样反差自然也就会增大了那所以说了这么多，现在你会发现灯光配件本质上只是帮助你更好的进行控光，贵的配件更多只是在效率上有一些优势。那只要你愿意花时间 DIY 得到的效果是绝对不会差的。客观来说，我以前也会用很多 DIY。那比如说这种5块钱的纸灯笼，加点黑布控住，效果好的。那我建议你在练习打光的时候，可以先从一束光开始，比如像我现在 Talking 用的这个场景背景这边，就是用了一个 LED 灯，加了一个遮飞，形成了一道光束，这样看起来呢就明显要舒服一些。那也欢迎各位分享一下你的控光神器，或者你的这些控光小技巧，可以@我们继续传统，有做的比较好的朋友我们会发出来，然后再送你一些便携的灯来作为一个小奖品这个应该会比较有意思。那好，这就是我们这期灯光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帮助的话，请务必给我们3连、点赞、投币、转发、关注我们，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下一期灯光会介绍色温这一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欢迎打在公屏上，我们会尽力解答。那么我们下期再见。